话说我们朋友从泰国到大马、吉隆坡来玩，已经回家了。通过这一次招待朋友，让我对吉隆坡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发一条叫吃在雪隆区的这样一个以吃为主题串起来的游览。对，说的没错啊，我自己以前看过很多吉隆坡的游览，也想过有朋友来我带他去这里玩去那里玩，没想到满足嘴巴就光这一个事情在吉隆坡就可以做到，并且让游客可以玩得很开心。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好说，但是像我们走南闯北这么多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他对这个吉隆坡的这些美食啊赞不绝口，尤其他是一个资深的广东菜爱好者、潮州菜爱好者、香港的那种茶餐厅的那种餐食的爱好者，来到这边真的就是乐不思蜀一般的存在。行，那我们呢就把朋友后面几天我们又带他去参观玩，所谓的参观和玩都是跟嘴巴有关系的。我们把大概有8个地方一一盘点之后，再来看看是不是符合这个观点。吉隆坡是一个美食之都我们首先呢有一天早上啊，带朋友去了叫传承虾面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店面吧。这个店面是我们家最近心头好，几乎是每周要去1到2次。是的，对我们来说这个虾面啊，对我们这种上海人或者说是江浙一带的人，这个味道是特别能够勾起回忆的。为什么说会唤起我们的回忆呢？那是因为它用真材实料的，这边好像是叫九尾虾是熬出的这个汤的味道啊，跟我们小时候一直吃的叫条虾的这种海虾太相似了，所以真的是能够激起很多的共鸣。是，实在是太鲜美了，而且它的味道呢，就是这种鲜美当中能让你吃完会有一种惊喜。如果你要更多的变化层次更丰富呢，有时候我就会点它的白加里面，再要挑战难度大一点的各种滋味激烈的包含在一起的。我有时候在有这个能力去消化这一碗的时候，会点它的亚山乐沙，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也应该也勾起了我们朋友的一些回忆，他好像想到很早的时候去新加坡吃到过的虾面那种口感。我们吃的这一家传承就是从槟城起家，然后开到雪隆去来的，所以说我觉得虾面也可以算作是马来西亚这个华人创造的一种美食了吧。对，它是一个基本款，所以我们真是常常要去。 Wilson 最会点，就不单单要加一碗空心菜，还要肉片翻倍，要加蛋，要加肉丸，有时候还得点上炸云吞，它一顿才可以消化得好。那可想而知啊，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平民美食，在这种加了各种 buff 之后，能够堆叠成一个豪华版，那也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实惠的享受啊。那就是第一个点，我们去的这家叫传承虾面馆。我们去的第二个地方呢，是后面一天的中午，带着朋友预定好去了潮州老二。这是一家你发现的菜馆吧？其实是我们观众推荐的。我记得太厉害了。1年多之前我们回上海探亲的时候，我们两个去拍了一段视频，在一个潮州馆子里面就拍到说我们都很爱吃的芋泥白果甜品。当时就有观众在底下留言说，你们这个潮州芋泥这个芋泥白果怎么这么稀呀？不正宗啊。对，不正宗。然后就给我们，我记得不止一个观众说应该去尝一尝这个叫老二的潮州菜馆的这样一道名品。对啊，我们当时也是大受震撼啊！我们这么爱吃的这个芋泥，他说我们不正宗，那还能好吃到哪儿去？谁知去了潮州老二，就发现哇，这个芋泥完全是 different story， 完全是两种形态、两种口感、两样东西嘛！那当然我们还探索了它很多其他的菜品。这一回我们还点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当然是会点他们家的卤水了。对我来讲的话，看了他们的菜单就知道，他们最早是从卤水，特别是卤鸭这一道菜起家的，所以这是一定要尝的。没错。第二个就是他们的潮州蒸鲳鱼，而且他们用的是斗鲳，这个是我也很喜欢的一道菜，我们都非常喜欢潮州蒸里面的这个咸水梅
和大量的姜丝以及番茄的这种搭配起来的奇妙组合。还有一些咸菜啊，我有看到。哎，对，你还发明了一个梗啊，对吗？以后看不惯谁就跟他说让他潮州蒸一下，对吗？因为有个观众说他的要诀就是汤要多，让它滚，让他滚。对，所以这个菜也是不容错过。然后第三个我们点的就是它那个非常漂亮的各种这个果。还叫龟呀，对吗？对，就是米制品。我们本来我们这个朋友他是严格戒碳水的，然后当时他说我这个是不太感兴趣的。结果上来我把我喜欢吃的3种，一个是韭菜虾米，一个是斑斓，还有一个是沙葛虾仁。把它端上来之后，他就立刻打脸了，把持不住都给他吃了。我觉得最巧妙的就是那个韭菜味的，我从来不知道还可以韭菜入龟。第二个就是它的那个斑斓的那个，它做的太考究了，它里面就是放了那个西瓜籽的这个瓜仁。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吃很多高级的甜品里面就是豆沙瓜仁会用到，但是现在在中国几乎是很少能够吃到甜品里面放瓜子仁的了。没错，可能在广东地区还有，但上海地真的是多少年没吃到了。对，你能够闻出这种斑斓的特殊的香气，它的那个甜味也控制的正好，我也非常喜欢啊这一道菜。那我们还点就这个瓜仁，我还得说一句，就我们在上海已经享受吃到的瓜仁，很多是做了偷工减料的。因为瓜仁时间浸久了之后，它会变韧，它没有脆的感觉。但是老二的他们这个瓜仁是真的是应该是油炸或者烘焙过的，还是脆的、香的。你可真是吃的细腻啊！我还记得我们还点了冻花蟹啊，冻花蟹这个也是我们爱吃的潮州的一道菜，它用的应该是我们在那边叫红鲟，叫青蟹的这种螃蟹，这在上海也是非常昂贵的，非常贵啊！对，大概上海要卖多少钱？这样一个大小的冻花蟹，大概要100左右。就餐馆里面的话，一般都是要100多马币一个，在这边的话的价格，当然它最近也涨了，从39涨到了42。那就小涨一点点吧，还是非常非常划算。我们还有点了什么让你也印象深刻的吗？那道碳回去极其重的，就我们可能叫榄菜肉碎四季豆，这边好像是叫贵豆吧。我想起来了，榄菜炒贵豆。我的第一感受是跟我吃过的榄菜四季豆比，它没有这么咸。OK， 然后你看它用的这个四季豆的部位，它就是那种 baby 那个叫 French bean， 就是特别嫩的、柔嫩的这样一整只的。然后我觉得最佩服的就是那个浓重的化不开的这个锅气，那你绝对是旺火快炒，然后让食物在这个明火上面受热，是得到了这样留下的气息。这是我们去了好多次的，又给我们朋友也带来惊喜的，符合大马 KL 美食之都形象的潮州老二嘛。对，太满足忘了说了，血蚶这是我超爱的一道菜。对，因为我不吃哈，所以我没有什么印象。你可以介绍一下好在什么地方呢？它是那个用红腐乳汁那个去腌的，然后这个一道菜又下了大量的蒜泥。对我们来说的话，因为我们的朋友是宁波人，我是绍兴人，我们各自的家乡都有这个腌血蚶这道菜，这个跟我们那边的味道太像了，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个天下大同在这个血蚶上面又是同在一起了。海鲜啊，简单的做法能做出极致的鲜味。我们去完潮州老二之后啊，已经吃得挺饱，所以就要想办法能够消食。我记得那天的中午连到下午，我们可是探访了很多家店啊。第3个我们去的是一个西式的，叫 The Hub Roasted Coffee。那它是一个coffee bar 吧。其实在大马这样精致的做精品咖啡啊，并不是很多啊，不像在泰国啊、日本啊，或者是台湾啊，或者甚至于上海随处可以找到。但 The Hub 我觉得它的出品还是比较稳定。我作为一个咖啡爱好者嘛，你也经常喝咖啡，我们带朋友在那边休闲的聊聊天啊，这个点了一杯冰美式。我也不是要秀恩啊，我觉得跟你自己炒的比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你看我那天喝了2口我就不喝了，太苦了，你知道吗？就我的评价哈，我是觉得已经算是上乘啊。它在诸多的咖啡馆里，我觉得是稳定又好喝的。我还买过他们家的豆子，甚至买过很多配件。这更
比这个还要有意思的是，就在我们消完食之后，走到对面，我们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对吧？因为我们的朋友是个超级购物专家，他这个购物覆盖的这个食材方面啊，他是这个药材专家，然后又是各种各样的医学知识专家，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最近睡眠不太好，他就跟我提出来说，其实你应该考虑吃一点人参，所以我就请他带我去药房买人参，正好看到了，对，就是这样神奇的地方，因为它是个老华人区，所以我们出了 The Hub。UOG 那边它的对面正好有这个药房，对吧？传统的老药我们去的这家叫良缘，它呢有占2间店面，一个是有看诊的，有买药的，第二呢是把它的产品做成一些副产品，我们待会儿再说。在这个药房这一边，你买到了什么？我就买了西洋参片，然后当场请他们切片。当然，朋友他是帮我挑选的是加拿大产的西洋参。对，然后我们还买了加印子，还有这个陈皮梅，这都是我们小时候在上海一直吃的零食。对，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见了，没有了。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在马来西亚又找到。我们又是这个加印子和陈皮梅的爱好者，然后立刻都买了一包。对，这样的一个药房其实还挺好玩的，我以后也要再去探访，那就是做吃东西以外的事情。因为我看到他这边还有拔罐还有什么局部放血好像挺好玩的，我都想要去试一试据说对身体还是会挺好。是我们朋友已经说了，拔罐这种中医的东西在西医上面其实它是有医学原理的，特别好。有了它的背书，我觉得我也不放心让你去尝试。好，我们以后从另外的维度，从传统文化从这个游玩的角度再来讲讲这个神奇的吉隆坡。好，那我们到旁边这一间，这个太有趣了，它就提供各种副产品。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她非常非常甜美，highly engaged，也很会销售。她说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喝哪一种我正好最近在咳嗽，我就跟她讲了这个症状以后，她非常热情跟我推荐说要加一些她的这个药粉最好买2瓶我们买了这个叫宁肺茶。哇塞，他这个推销的我觉得他太专业了，因为是不露痕迹的，然后问到你心坎上，特别你提出说最近在咳嗽，然后他就问了你一连串的问题，你这个有痰吗？你这个痰是早上有痰还是晚上有痰？然后你的痰是黄色的呢还是青色的呢？总之你就感觉他是像医生问诊一样，详细的这个痰的颜色变化是前面黄一点后面会好一点还是怎样？哇，别人这我们在销售中称为叫顾问式营销，给你这么专业的定制化的一些问询其实相当于看了半个医生。那买2瓶这个宁肺茶当然也很值得，反正就一来一去跟他聊天也是很愉快临走的时候还给我这样的一个纸条，说忌口哪些肉不能吃，所有的海鲜。哎呦，我看那我后面几天怕是要没有口福了。对，我们因为这个朋友他自己以前是这个一个跨国大公司的这个销售明星，所以他当时也禁不住在旁边夸耀说，你看轻轻松松就拿捏了你，然后给你推销了这个特别好给你的增值药粉，对吧？对，当然我想说是比较褒义的无论如何我喝下去这样的宁肺茶也没有这么苦了，并且呢我也很愉快，可能够跟他聊上几句，我也学到了很多。是的，好的。那么那一天晚上我记得我们又大战了一场我们除了刚才1、2、3、4个地方呢，我想跟大家推荐第5个地方，这是一个连锁。以前王太讲过，其实连锁的我们都吃不到太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有几个连锁是我们要去的，它还是能够常吃常新。晚上呢，这个第5个地方就是我们去了一家猪肉粉的店。我们是觉得猪肉粉应该要让朋友尝一尝的。对，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资深猪肉粉爱好者，然后我们家的老王在做油管之初给自己定的小目标，就是希望我们的油管收益每天能够让家人吃上猪肉粉。对，所以也没说是几碗但是我们现在肯定是实现了，以每顿1碗，每人每顿1碗来计算。对，那我们刚到大马的时候就去了这一边的第一家猪肉粉，叫 Mega Pork Noodle， 我们带朋友去，他也挺喜欢，因为这地方非常冷，对，然后也很干净，对吧？对，我还记得当年我第一口喝它的汤就被它震撼到了，就是那种用了很多的，应该可能是柴鱼或者是其他的鱼类熬出来的鲜美的这个味道，我们的朋友品尝到之后也是大赞。
对啊，对啊，尤其它的特色这么一大块的肉饼盖上去，当然我不是说它是市面上最好吃的、最有特色的猪肉粉，但是它的出品是非常稳定的。所以我们刚到大马的时候，连去了5次，就到这一家，也带他一起去回味一下，知道猪肉和粉，放到一起还能够做出这样的美味。我也不知道是心理感觉还是真的这样。我觉得在Omika Pork Noodle 的诸多连锁店这一家，它是空气最冷，然后价格是最平，对，要比在 Mod 肯定要便宜了，分量最大的。对，也有我们对它的喜爱在里边。他又尝到了这种独特的华人美食，这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区啊，是我们在斯里巴达林大城堡这个区，超爱。对，我们出来跑到对面又发现了一定要推荐给朋友的，又是一个连锁，但是我们买的这样东西让他在后面几天每次拿出来尝一尝，就觉得我又得到满足的感觉了。那个是什么呢？还记得吗？福满香肉干。对啊，福满香的猪肉干，我们买了大概有2种吧。对，我买的一个是整片肉干的，一种是肉碎的。我当然是觉得整片肉干一定是更好吃的，但是啪啪打脸，我们小王说那个肉碎的不错，最后发现确实是便宜的那个真的啊，好吃。你也这样觉得？因为整片的肉碎的，整片肉我不爱吃肥肉的人可以吃到肥肉，感觉有一点点不舒服。小王呢，主要是基于他说我老人家牙口不太好，他最近在换牙，他还在换牙，所以他会建议吃肉碎的，觉得会更嫩一些。对，我倒是喜欢吃整片的，因为它整个福满香的肉干让我感觉甜味控制的还好，但整片肉从它的外面啊到它的肉质都是很 juicy 的，而且它使用场景很多，像我们在开车去金马伦的路途之中，像我们下午饿着肚子还不想吃饭的时候，我们和朋友都会把它当成下午茶或点心一样拿出来，来上个半片或者是1片，就又能够吃饱，又是极大的满足。对啊，我们这次买的不是它那种单片的独立真空包装的，我觉得我们买的这个便宜大碗的，就是整个堆在一起的更好吃、更湿润、更柔软。这个更便宜吗？对，但是它的短保嘛，然后短保它只能保，上面说是5天，当然我们不会的，我买了2-3天，2 kilo 了吧？1 kilo 都不止了吧？对，我们几个人很快就吃完了。对，其实我们自己啊，在新年之后也很久没有再吃到了，所以跟他一起回味了这种美食。你说猪肉干，我们是从小就有吃的，上海也有大量的美珍香，可是没有吃过这样的味啊！我还是吃来吃去，我们还是最喜欢这家福满香了。对。OK， 好，这是6个地方了。那另外2个地方呢，是我们中间去了金马伦，已经被风景、人、美食都洗礼过了之后，回到吉隆坡的最后2顿，还怎么能够给朋友惊喜，让自己又得到惊喜呢？第7个地方是我们去了 KL 吉隆坡的一家喜来登。对，这家喜来登，我们一开始是茶阳大都会馆的朋友们请我们吃的，就折服了。然后他们告诉我说，你们沙登也有一家，我们去了之后觉得妈妈呆了。真的是，所以要带我们朋友重温这家在半山巴的这个喜来登，太厉害了。我记得朋友和我们当时去喜来登的第一反应就是，喜来登这不是住的酒店吗？不是 Sheraton 吗？没想到是一个老牌的这个广东菜馆。对。那朋友一进去也就说，哎呦，这就是他喜欢的、想要去的这个中餐厅，就是这样子的一桌一桌，然后拿上来的东西也是异样的好吃。这个还是要请王太来介绍一下，我们吃了点什么，怎样会感到很好吃呢？我觉得就它的这个好吃是在于说他做事情的这种一丝不苟啊，那种老派的这种感觉。你看它的那个明虾，它的豉油黄明虾上来那个样子真的是其貌不扬，对吗？黑黑的，对，高高的这种感受。然后上来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知道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个明虾它能够炸的完全是不干柴的，还有汁水，并且裹着外面这个好薄的，但是又不怎么好看的酱汁，它就是好吃。我从来不觉得干煎明虾这个菜好吃，以前因为上海也有这道菜，我在这里是深深的折服了。首先是虾的新鲜，第二个是炸制的这个工艺非常的高超，第三个就是酱汁调味的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叫酱油黄啊，酱油黄的这个皇帝一般的这个魅力啊。
并且绝对不能妨碍到虾肉本身的鲜嫩多汁，它的那种虾肉质的弹性。在上海吃的很多就干煎，真的就把它煎干掉了，对，就不好吃了。我呢比较庸俗，我还是最喜欢这个蒜香排骨。我觉得这么厚的、这么大的，有肥肉有筋肉，表面一层薄薄 crust 的这个猪肉，是我的心头好。拿着刀叉吃上半天，很满足。我朋友他最喜欢的一道菜应该是那个炖汤，包括我们儿子也是。对啊，我要是有品味啊，我觉得。我儿子是不爱喝炖汤，他尤其不爱喝我炖的汤。他也不喜欢那里面有羊肚菌的，任何味香那种食材的香味比较重的这一些，他一般是不爱的。对，没有想到就是这个炖汤这一盅，首先我不知道多少钱，我当时就觉得说，哎，肯定会很贵，点吧，就一人点一盅。上来这个它是乌鸡，然后他只是说菌菇，我特地问了，我说你这个菌菇是罐头菌菇吗？他说不是，我才放心点。结果没想到上来里面竟然是用的非常好的这个羊肚菌。我为什么要说非常好呢？是因为羊肚菌也是我们家的常备，但是我们买了这么多年，然后炖了这么多年，我炖出来的羊肚菌汤是真的没有它的这样的一个鲜味，所以可想而知，它用的应该是非常好的。是。第二个就是它那个一盅里面，每个人的一盅里面都有一块整颗的这个大概有我大拇指关节这么大的一颗螺肉，是，还有一颗像这么大的干贝。这个干贝是等级非常高的，因为本人也是这个干贝的资深消费者嘛，所以它这个整个真的就是鲜和纯，然后那个汤色是，如果是羊肚菌的这个汤，它能够调到这么深的颜色，是下了很多的羊肚菌，当然还有乌鸡的这个贡献了。对，总之这一碗就是鲜的，还有醇厚的，让你真的是觉得再贵也是值得。对，它的羊肚菌也是蛮大只的，可能会比那种朋友说比法国的那些要大一点。乌鸡的有2-3块啊，你真的能够尝出和白鸡不一样的肉质和口感。他选的乌鸡的那个是非常小的，应该像童子乌鸡这样，因为我看到它的那个翅膀的这个关节是非常小小的，大概就是2寸左右，所以它的选料真的是非常扎实。我当时就想不要想价格了，这个味道值了。对，就这么一盅，就它的鲜美就能够让你慢慢的把它喝完，还喝了不少的时间，不停的沉浸在这个满足和喜悦之中。有一个亮点要说的是，我们大家都觉得这里面它为什么我们很崇敬这家店，就是因为它上了一道特价菜啊，叫东坡肉。我觉得应该可能是错别字吧，应该是东坡肉吧，其实就或者是通用的字吧，就腐乳红烧肉。它那个上来之后，它配的一个是这个炸馒头，我们以为就是普通的馒头，结果拿开来一看，内有乾坤啊！它就是我们江南这边的一道叫银丝卷，就是它制作工艺非常复杂的一个面点。它把它蒸完之后，然后再炸熟，就真的是你看它的低调就低调，它完全不会去炫这个，它上来就是丑丑的这么切了4刀。其实它如果是需要去给自己炫耀的话，它就把那个切面展示出来嘛。所以像你这个你我当成烤面包了，对，你以为烤面包，但是我们自己吃中间发现，哎，这个里面怎么内部这么松软？然后发现就是银丝卷，这是一个很费功夫的一道面点。内有乾坤，我记得你还说了一句话，说，哎，最后不管它是多少钱，在这里啊付服务费都是心甘情愿。对，就是我们在上海，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会去参加一些我们公司举办的，在这种香港著名餐厅的米其林餐厅里面搞的这种商业活动会。就是你发现那边的咱们的这个服务员啊，都是那种怎么说呢？不太待见你。对，然后也是收着15%到20%的服务费，但整个感觉就是爱搭不理。这边的服务员真的，他一桌给你配了，我觉得起码2-3个人在不停的看我们在用了多少碗碟，然后那个碗碟上是不是脏了，就给你迅速的换上，没有什么多余的话。然后你的这个茶水少了之后，他主动给你添上，你根本不需要。咱们在上海的话，你还要叫服务，哎，服务员，我这水不够了。就你感觉它的这个，首先人力配备是充足的，第二个就是所有服务员的素质都极高。对，亲切、专业又低调，不是那种喧宾夺主的来打扰你吃的，真的是你需要的时候，他就提供了这样的服务，很及时。唯一一个小槽点就是所有的服务员都用广东话跟我们说，这确实听不懂。这怪我们，这只能怪我们哈，学艺不精。那整个一顿我记得是400左右吧。这个简直是远远低于我的预期，我真完全没有想到。我本来以为应该要吃掉几千马币了吧？那可是在吉隆坡呀。我就用上海的同等口味的这个餐馆去比。
那可是在吉隆坡的咱们喜来登大酒店啊，这很有名啊。所以那个瞬间我其实意识到，所谓美食之都啊，它不是在于说有多少家米其林的店，而是在于你随便去哪一家店，你能够用非常负担得起的，或者说也就是说，不会有太多的让你感受到压力的这样的一个consideration 换来让你心满意足的一餐。对 ，consideration 是一种对价啊，就是能够换到这样的美食，这个是王太对吉隆坡作为美食之都的他独到的见解。那说完最后第8个，我也来谈一谈我对美食之都的想法。第8个呢，就朋友临走的那天早上，我们又去了一个连锁。照理说啊，有一点打脸了，因为我跟王太上回去了这家之后说不会去，再不去。哎呀，果然是连锁，不来了，不好吃。没想到这一顿大家吃的都很满意，朋友满意，我们也满意。那我们去的是哪里呢？南洋宾士，对吧？南洋宾士，我们点了一些什么？可以再说一下吗？我点了，首先是它的招牌，我们一家都一直很喜欢吃的南乳猪手。这道菜它是炖的软烂酥香，这个酥啊不是酥的脱形的那种，它形还在那里，形还在，可以用吮吸的方式把它这个筋骨肉都能够嗦得干干净净。没错，它的皮和肉呢又保持着不同的一种松紧程度，我也是非常喜欢的这一道菜，程度一切都刚刚好，恰恰好。对，还有就是小王点的那个虾子捞面，这个也是我们江浙人的最爱，因为我们在苏州，我们常去吃的一家店叫三虾面啊，只有大概6月份开始。虾头，虾子、虾脑、虾仁，对，所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虾子了，再吃这个虾子拌面，真的感觉好亲切，然后这种味道就我们又回到了上海的感觉。我们还来了3个冰火菠萝油，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失望，是在于这个菠萝油它有的时候出品不稳定，有的时候是现烤出来的滚烫的，加上冰冷的这样的一个黄油在里面，真的就是2重天的享受。对，我的话是我来他们家总爱点他们的麻辣嫩鸡米线，这个是一定要点的，确实是鸡嫩，然后麻辣的够味。所以我们的朋友在那边吃的就闷头说他不想说话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味道让他感觉就是以前在香港吃到的。所以你觉得有趣吗？你在一个叫马来西亚的地方，你吃到了让我们这个走南闯北的朋友觉得超正宗的潮州菜，然后是超古早味的广东菜。对，在上海吃到过香港茶餐厅的这个茶餐厅的经典菜。用他的话说，你看他在上海啊、香港啊、新加坡啊，在那些海外的华人餐馆啊，各个地方吃到过的都能够在这里汇集。我好像他也更新了，他后来又说这家店才是他心目中中式的餐厅，可能是快餐类，就是这样子，又是他的一个形象。他又觉得要比香港一般的那种茶室做出来的水平在他们之上。对，而且就是你看它的装修也是非常的精致又干净，服务员的态度也是超亲切。大家都知道服务员的脸难看，这个已经是世界闻名，我也很讨厌。但是在这边你感受到是如沐春风一样的对待，真的是特别的好。对，这可能就跟我要分享的吉隆坡这个美食之都啊，我的一些解读和观感是关联的。就很多地方啊，你吃很多东西或者你去消费啊，你如果花的是一个平价的便宜的钱，通常啊你的质量是会下降的，那它满足更广大人的一个需求。但是我真的觉得吉隆坡作为一个美食之都，你不需要说付出怎么讲 significantly higher 的钱，但是你能够获得很好的品质，而且这些服务与人的交谈，你所吃完的这个体验又是充满着可以让你荡漾很久的这种幸福和开心，这是他喜欢他的这个地方。对啊，我觉得所谓的美食之都，它需要所有的餐饮从业者，他对美食是真的有一种热忱，对顾客是真的有一种服务之心啊，不是说你光有的东西好吃就可以了。就餐是一个很完整的环节，对不对？对，它还包含这个服务，它还包含说这个食物带来的展现的这个热忱和它展现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啊，马来西亚你能够感受到这种赤诚，就是所有的人都很用心的去把这个东西 deliver 出来，不论是采购他们选到的品质很好的原材料，还是后厨他们辛勤的用汗水用明火带来这种有锅气的这个食物，还是到最后端出给我们，甚至最后结账的收银员他给你的这种
种，都是把你像家里人对待一样的这种亲和，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美食之都，有底蕴的值得一来的美食之都。如果说那些老钱叫 old money 的话，那么 KL 可以称之为叫 old dish。对，开个玩笑。对，可能我也能够理解，这里有一些观众，美食家观众给我们的评论说，不希望这些这些店啊被大肆的宣传，将来成为网红店，大家就吃不到了，他们担心将来水准会下降。但是我想，我对这个并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担忧，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整体的这个餐饮业，我觉得大家都有这样一份良心在那里。对，而且我也相信啊，吉隆坡的美食是海纳百川的。这个100年来，他见过不同的人，他迎接过不同的客人，他也有这个承载力，这样的韧性和包容度，可以让大家吃得起、吃得好，而业者还能够赚到钱，也保持他们从业的这份尊严。嗯，好，那我们下回再聊。嗯。